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海外的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春节早就过完了，我还在那边唱什么新年歌？其实呢，你可能不知道啊，马来西亚人可是非常爱，还有非常认真的在过农历新年的。在这里呢，我们并不会说春节啊，因为我们四季如夏嘛。那马来西亚人呢，都会把春节称之为新年。那我们非常投入庆祝农历新年的这个氛围呢，可以说是从年除夕一路热闹到年15，有很多的传统的习俗都保存得很不错，甚至呢也有很多人说啊，我们比中国还更有年味。认同的朋友请留言作证，当然反对的朋友也是可以啦啊，留言。像是呢，新年期间啊，全马各地不同的这些大型庆祝活动呢，都有很多，包括了南马柔佛的古庙游行啦，北马槟城的初九拜天公仪式啦，以及中马雪州东禅寺的这个灯节等等，都是万人空巷的节目。这些呢都是北中南的朋友呢过年呢很喜欢参与的活动。今天就是元宵节啦，那哈拉特荧光笔呢就要来告诉你，马来西亚人到底会在元宵节这一天做些什么啊？和干有关，也顺便带你认识马来西亚独有的一些过年的特色。农历正月15元宵节素有中国情人节或者是东方情人节之称。在中国、台湾其他地方呢，大家会在这一天呢挂灯笼啊、点花灯啊、吃元宵啊，也就是我们的汤圆啦。但是呢，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却有一个独具一格的习俗，就是抛竿。什么要抛竿呢？那在元宵节这一天呢，马来西亚总是把一句福建的俚语挂在嘴边，顶好干，给好安，意思呢就是嫁个好丈夫。在农历正月15的这一天呢，单身的女子呢会在竿上面写下联络方式，然后丢进河中。那未婚的男子呢就会在河中里面呢就捞起来，原来这是陈家的女儿，那就是可能促成了一段好姻缘啦。那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活动呢，其实是来自华人居多的槟榔屿，也就是平安啦。那按照呢早期英殖民官的这一个著作啊，19世纪的初期呢，槟榔屿华人呢就有元宵到河边或海堤旁抛物祈愿的这个风俗。另外还有一首出自南游文人童念祖的这个元宵诗。当时候呢，就有一群穿着纱绒还有红木屐出游的娘惹，在月下呢载歌载舞，抛小石子到水里面去祈求姻缘啊！你没有听错，是小石子，而不是我们熟悉的竿。这个是为什么呢？这可能就要说到啊，来自闽南的这个元宵风俗顺口溜“头班仓给好昂”，应该是这样读啦，我也不是很说啊。在闽南语当中啊，葱和干的这个元音呢是很相似的，口语中呢就慢慢的替换成了这个干，而这个民间方言的音韵的替换呢，再加上南洋社会抛物祈愿的这个民俗啊，这也就演变出了后来槟干给后昂的这一个顺口溜。20世纪90年代呢，滨州政府为了要推动旅游经济发展，配合地方元素的包装之下，就将元宵抛竿当作是元宵庆典的高潮。后来呢，除了官方的这个推波助澜，再加上媒体的这一个广为报道啊，元宵抛竿求姻缘就慢慢成为了马来西亚处处可见的元宵节特有的风俗了。捞鱼生，说到捞生呢，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朋友可能又要吵起来了哈。除了之前的这个海南鸡饭和肉骨茶，马新两国的网友们一直都在争夺捞鱼生文化的专利权。2012年，新加坡一名教授呢就在脸书上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把这个捞鱼生列入新加坡的世界遗产。那想当然就引爆了一场口舌之战，是比战啦。在新马两代呢，农历新年无论是公司或者是亲友的聚餐啊，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相约一起来捞一番。捞生呢是由多种配料组合而成的，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呢，我们现在来跟你解释。捞生有寓意荣华富贵的芝麻花生，满地黄金的薄脆片，红艳当头的红白萝卜丝，青春永驻的黄瓜丝，财源滚滚的香油，象征大吉大利、甜甜蜜蜜的桔子汁和苏梅酱，还有招财进宝的五香粉，当然少不了肥美的生鱼片啦，全部都是好意头的材料。捞生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站在桌子旁边呢，把生鱼片、配料和酱料呢倒在这个大盘里面，然后挥动这个筷子，将这个食材呢捞起来，还要呢不断的在被喊的捞啊捞啊，捞得风生水起啊，然后啊就是大吉大利啊，发大财啊，中资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要
讲一些好意头的话。重点来了啊，你要记得啊，如果你有机会捞生的话呢，筷子可是一定要越高越好，要捞得越高，这样子呢才可以步步高升，风生水起，好运连连。关于捞生的来源的部分呢，最主流的说法是，这原本是广东客粤籍贯人士的习俗。以前的社会呢，也只会在年初七人日的时候呢，才会吃鱼生。这个习俗呢，在450年代呢，由广州传进了当时候的马来亚。那经过这里的大厨们的创新改进之后呢，捞生的配料和吃法就已经和以往最原始的版本大不相同。其中呢，广为流传的捞生原创者，没有想到竟然是交通部长陆兆福的祖父陆贞发。这听懂，他也被称作为大马第一鱼生王。陆兆福呢，更是在2020年觐见森美兰最高统治者殿下端姑木赫利兹的时候，特地将鱼生带入宫，和殿下和王室成员一同捞生。怪不得他现在真的是步步高升。之前大家知道了吗？这件事情，留言让我知道。陆贞发先生的儿子呢，陆志就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到啊，他的父亲是从中国南来，在森美兰州芙蓉定居，并创立了餐厅陆贞记。二战结束之后呢，为了要给客居的这一些乡民啊解思乡之情，就特地调制了广东南海的鱼生粥。后来呢，也因应市场的需要，改良传统，增加配料，在新年期间推出不同种类的鱼生，依据分量，价格呢是落在1令吉到4令吉区间。要知道啊，在50年代的时候呢，普通员工的薪水啊其实是20令吉左右，所以呢，吃鱼生啊，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高档的这个消费。70年代呢，捞生文化才在大马普遍流行起来，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餐馆呢，就竞相推出各式各样的鱼生。2009年农历新年期间呢，鱼生还有其余的几项本地美食列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遗产里的传统佳肴。新年期间呢，你会不会和家人或者是你的公司的同事啊一起捞生呢？你平均1年会捞几次生？留言告诉我们吧。贺岁新年歌，大马华人真的超爱听新年歌。每逢农历新年靠近的时候呢，大街小巷呢都会播放这一个炸到通天的新年歌。有时候呢，甚至连圣诞节还没有过呢，圣诞老人还没有走啊，新年歌就已经是在商场里面呢大播特播。马来西亚的各大电台呢也会推出自家的这个贺岁歌，应对不同的生肖年推出不同的主题。每一年推陈出新的这个贺岁新年歌，已经成为了我们马来西亚的特色之一。这可是连中国啊、港澳啊，或者是台湾等地的华人呢，也自叹不如的哦。那想要知道呢，这个贺岁新年歌是怎么样子发展到现在的这一个盛况的呢？那我们就要把时光带回去450年代的时候啦。那时候大马华人所听的新年歌呢，都是来自旧时代上海时期的电影歌曲。当时候的剧情呢，大多数都是在讲述军人啊从战乱回乡，一家得以团聚，像是经典的《迎春花》。迎春花呀，处处开呀，新呀新。大地回春呢，都是穿插在内的这个春节歌曲。恭喜恭喜！这首歌啊，更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经典代表作。经多少磨练。60年代呢，新马的唱片公司开始签下一些歌手，专门呢在农历新年之前呢翻唱一些450年代的时候的春节歌曲。当时候呢就掀起了唱片公司大量发行贺岁黑胶唱片的热潮。来到70年代尾，这些唱片公司就觉得，我们也不能够一直 repeat 重唱这些经典歌曲嘛，要有新意。所以呢，就开始由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参与创作新年歌，产出属于大马的贺岁专辑。80年代开始呢，一个农历新年呢，就可以看到市场上面呢有将近60到70张的贺岁专辑在售卖，盛况空前。90年代因为出现了录影带，那为了要讲求画面的这一个丰富度，唱片公司于是就开始采用了人多势众的策略。让旗下的歌手或者是一众小朋友呢来唱这个贺岁歌曲。有趣的是呢，这无形之中还带动了这个中国的旅游热潮，因为这一些录影带呢都是在中国一些比较漂亮或者比较壮观的旅游景点去取景的嘛，所以呢，就像现在当我们说中国九寨沟的时候呢，有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朋友脑中出现的就是新年 MV 的画面了。然而近几年呢，经济市场开始放缓，这个马来西亚华人拥有的这个独特的传统特色也受到时代的冲击。贺岁专辑呢不
单只是在实体销售上有了销量的变化，演唱新年歌呢也不再只是歌手的专利。除了电台、电视台，这2、3年呢，新年歌更是网红们、YouTuber 们全新业配的管道。对于这些 content creator 来说呢，因为观众的年龄呢的 range 比较广，收听量呢也比较高，贺岁新年歌或许呢就是一个很快可以被听众注意到自己的管道，所以呢大家都争相推出自己的新年歌。像是今年的农历新年啊，有一些本地创作呢就直接红到海外去。古庙游神。你以为过了正月15元宵节之后，新年就应该结束了吗 ？No， 咱们马来西亚南马的朋友们的年还没有 over。柔佛新山民间就流传着一个传统的说法。游完神才算过完年。周后古庙游神呢，是一项超过140年历史的传统节庆，每年是吸引几十万的这个民众共同参与的，更在2012年呢正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活动是怎样来的嘞？时间回到19世纪，当时候柔佛王国呢就推行了港主制度，也就是每一个港口呢都有一个港主，想当然的就招来了一大批的这个华人移民前来新山开垦，当中大多数都是潮州人。据说当时候的港主啊，每逢正月初1到15都非常的忙碌，只有在农历新年后的1个星期，集合在柔佛新山的这个沙峪河河口，共同记录各家孝敬给这个总部义兴公司的收成。为了让这个好日子更加的热闹呢，港主们便有了这个游神的想法，也就是将柔佛古庙的5尊主神从柔佛古庙带出来，让他们来这个年度的游行，绕这个柔佛古庙还有市区的中心1圈，上街头看戏，接受万众的膜拜。这也象征着家家户户风调雨顺，出入平安。久而久之呢，柔佛当地呢就会在每年的正月21延续这一项传统节庆，由潮州帮、福建帮、客家帮、广东帮和海南帮5个不同籍贯的负责人合作协办。正月21，那柔佛古庙游神是不是就不应该算是农历新年的活动了嘞？没错，但是呢，因为游神的这个日期呢跟农历新年非常的相近，所以呢柔佛人呢也顺理成章的将它归类为农历新年重要的庆典之一。当中呢，除了有神偶、舞龙、舞狮、耍大旗、跳舞、扯铃等等的表演呢，当然也少不了农历新年的元素。游神当晚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热闹，现场的观众呢会不断的大喊“嘿呀，哦啊，哈！”其实这3个字是从南马哼过来的，我觉得以前在槟城没有的，北马那边是没有哼啊、轰啊、画的啊，我觉得是从这个南马传过去的。不懂是不是嘞？留言让我知道。好，讲回刚刚那个哼啊、嗡啊、画啊，是抬轿者呢，他们一定要奋力的去摇那个轿，并且呢，同时喊着哼啊、嗡啊、画啦，这样子呢，来一同祈求来年更加的旺，是不是很有趣嘞？其实呢，除了柔佛的古庙游神啊，还有比如说像是芝芝港的新村客家人的天穿日，任家龙幸福村在大年初1办的贺正，丹中18新村的这个神庙求物等等，每个地区呢都有自己独有的农历新年文化和传统。那在世世代代的传承当中呢，我们又吸收了一些其他族群的文化渲染，在新马一带呢就逐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了。农历新年呢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年味呢是让人最眷恋的味道。从办年货、贴窗花、写春联，到舞狮、舞龙、逛庙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春节民俗，寄托着的是我们对家人的祝福，对亲友的祝福。还有哪一些传统的文化习俗或者是庆典的活动是你认为马来西亚独有的呢？留言告诉我们。不过呢，我们其实也想要知道，如果看着这部影片的你不是马来西亚人，而你的地区也有着独特的过年习俗或活动的话，可不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呢？因为我们也想要知道 ，maybe 下一次呢，我可以安排时间去体验。但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安排明年来马来西亚 feel 一 feel 我们的过年气氛。要不然我讲不了吗？你们不会相信的。OK，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年真的差不多要过完了，那我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在接下来这一年呢过得非常的顺利。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欢迎你留言、按赞、分享、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一个月呢，不到1杯奶茶的钱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制作出更多的优质影片，给大家科普知识。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一些平台呢去 follow 我们。我是茵茵，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嘿呀！